啦。啊，哦未来会怎样？人类能够一直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或许有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甚至杞人忧天，对吧？真的如此吗？世界末日通常指的是人类文明终结。一般情况下，有3种诱因：一是时间维度，表示一个次元的终结；二是空间维度，如地球、太阳，甚至宇宙的死亡；三是生存危机，包含各种形式的全球灾难。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可以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称之为危机感。在公众认知范围，人们第一次正视这种危机，源自1980年，一对科学家父子路易斯·阿尔瓦雷茨和威尔特·阿尔瓦雷茨公开发表了他们的假设，即恐龙的灭绝是由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的。你能想到吗？在1980年代前，人们很少去关注世界末日、人类毁灭这一类话题。一颗小行星从天而降，然后地球的生物就灭绝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这一切完全无法想象，简直天方夜谭。那个时候，对于人类未来命运如何，没谁会在意。后来，随着工业进步、科技发展、环保危机等，人们才开始深刻认识到物种的生存延续极为不易。影响范围巨大，可能导致文明衰落、倒退，甚至毁灭的人类生存危机，可以称之为全球灾难危机。包括1.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诞生于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一个研讨会，由约翰·麦卡锡创造了人工智能一词。达特茅斯学院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和挪威，属于常青藤联盟之一，是美国第9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调查发现，多数人对人工智能的了解，往往都被媒体报道刻意夸大了。其实，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从最初表示乐观，令人惊讶，再到进展缓慢，最后声名狼藉，已经跌宕起伏好几轮啦。21世纪，随着计算机功能、大量数据和理论理解的同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复苏，目前已成为技术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辅助解决计算机科学、软件工程和运筹学中的许多难题。影视作品或文学小说里所描绘的人工智能，严格来说，属于强人工智能。现实生活中，人们广泛接触用于物流、数据挖掘、医学诊断和其他领域的人工智能，更准确地讲，应该是智能代理。2. 生物技术。人类对生物技术的使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比如早期的种植、酿造等，一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系统性的研究。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培养酶，用以帮助工业发酵，制造更多的啤酒。最著名的是成立于1875年的私人加士伯学院，该学院聘用了埃米尔·克里斯蒂安·汉森，他率先开发了用纯酵母工艺来可靠稳定的生产啤酒。当时，啤酒不仅是社会商品，更是重要的工业产品。在一战期间，农业化学家马克思·德尔布吕克更开始大规模种植酵母，以满足德国60%的动物饲料需求。慢慢的，生物技术研究领域开始扩展到单细胞蛋白质、乙醇项目、基因工程和生物传感器技术，全面深入工业、农业、医学等多个方面。从历史上看，恐怖袭击很少使用生物技术，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能力或动力而无法解决。然而，考虑到当前的发展，未来来自新的工程病原体的风险将会增加。目前，在生物技术领域已观察到指数增长，并且
生物学家预测，这将导致未来几十年生物技术能力的重大提高。他们认为，生物战和生物恐怖主义所带来风险与核威胁和化学威胁不同，因为生物病原体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其生产难以控制，尤其是随着技术发展，甚至对个人用户而言也变得可用。2008年，人类未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估计到2100年，病毒大流行造成人类灭绝的可能性为 2%。3. 网络攻击。当今社会，网络技术的应用已经深入方方面面，网络攻击可能摧毁与此相关的所有事物，包括控制系统、能源、金融、电信、供水等，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4. 环境灾难。安全饮用水下降、过度捕捞、大规模砍伐森林、荒漠化、气候变化或大规模的水污染事件，都有可能给生态链带来毁灭性的打击。2017年10月，柳叶刀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有毒的空气、水、土壤和工作场所在2015年导致900万人死亡，例如心脏病、中风和肺癌。该报告警告说，污染危机已经超出了地球所能携带的污染总量的界限，并且威胁了人类社会的持续生存。5. 实验事故。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人类可能会无意间创造出多种带来自我毁灭的事物，核能、高能物理、纳米技术等。每一次研究和突破都是在钢丝上跳舞。如果发生意外，无论是故意还是偶然，后果难以想象。6. 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是有差异的，前者通常表示由于天体相关或地壳运动造成地球温度、降雨、气流等改变，时间长度可以是几十年到数百年不等。后者一般研究受人类活动影响，地表温度持续上升，与此相关的各种连锁反应，比如海平面上升、降水区域变化、极端天气频繁、沙漠扩张和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7. 资源枯竭。不加遏制的资源过度消耗，终将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彼时整个世界经济将走向不可避免的崩溃，从而导致人类文明本身的灭亡。8. 战争毁灭。每一次战争都会造成大量平民和非战斗人员的伤亡，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核战争。根据现在的数学模型分析，到2100年，人类因战争灭绝的可能性为 4%， 其中核战争灭绝的可能性为 1%。尽管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从长远来看，除非概率为0，否则一切结果很难避免。毕竟，在种族延续的问题上，寄希望与概率实在过于儿戏。9. 人口危机。20世纪，由于医学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人口迅速增加。在1950年至1984年之间，随着绿色革命改变了全球农业，世界谷物产量增长了 250%。然而，万事过犹不及。康奈尔大学生态与农业教授 David Pimento 和美国国家食品与营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Mario Giampietro 认为，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和避免灾难，美国必须将其人口至少减少1/3，而世界人口将必须减少2/3。科学家们预计，农业危机自2020年后开始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在2050年后变得更加严重。由于供需失衡和产量降低，农作物病害，未来几十年可能出现粮食价格暴涨，甚至前所未有的饥荒。以上这些都是人为因素，换言之，真有什么状况，十有八九也是人类作死的。下面都是非人为因素，简单的讲就是反抗也没用。1. 小行星撞击。理论上来讲，足以造成人类毁灭的小行星撞击，至少也得50万年才会出现一次。结合人类繁衍史，这不是告诉大家可以高准无忧了吗？毕竟人类文明才多少年呀？
真的这么乐观吗？2018年，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大问题的简要答案》中，将小行星碰撞视为对地球的最大威胁。B612基金会等多方机构也都对此进行了示警。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了国家近地物体防备策略行动计划。根据2013年美国国会的专家证词， NASA 将需要至少5年的准备时间，才能发射出拦截小行星的任务。难道他们都是杞人忧天吗？2. 宇宙威胁。长期行星运动模拟表明，在木星引力的作用下，水星轨道有1%的概率变得不稳定。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有可能造成水星和地球的碰撞。其他结果是水星与太阳碰撞，与金星碰撞，或完全从太阳系中淡出。如果水星与地球相撞，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将被彻底消灭。巨星，一个15公里宽的小行星，导致了飞禽类恐龙的灭绝，而水星的直径为4879公里。3. 外星人入侵。聪明的外星生命可能会入侵地球，灭绝或将人类奴役在其殖民体系下，窃取地球的资源，或完全摧毁地球。4. 全球瘟疫。关注自然进化的病原体，有2点需要注意：一是独立上限，2是孵化传播率。理论上来讲，具有高独立的病原体会迅速杀死其宿主，如此也就减少了将感染传播给新宿主的机会。另一方面，高传播率的病原体毒性也相对较弱。根据进化模型，通过自然选择，最终会降低病原体的毒性。但是这类模型有2个局限性：第一，某些病原体可能同时具备高毒性、高传播率和较长复育时间，在毒性降低之前，已经导致了灾难性的大流行。第二，由于继发感染不会影响人类的致病性，因此如果人类作为次要宿主，只需感染另一种病原体，也就是人畜共患病，其对人类的毒力将没有任何限制。不明白吗？直接点说，就是动物作为某一种病毒载体，这个病毒在宿主身上表现为毒素不强，不过人类却极其容易被传染，而且人类感染后病毒毒性特别强，也就是致死率特别高。还不怕吗？想一想，如果这种病毒的携带者是老鼠、是蟑螂、是蝗虫，大家还有活路吗？还有一方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以上讨论的危害都是自然进化病原体。然而，由于某些人类的无畏，让我们还面临着另一种更加可怕的威胁，这就是生物工程病原体。简而言之，就是人工合成病毒。这些高毒性、高传播力的生物工程病原体，才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从收益情况来看，生物武器根本不值得研发和使用，毕竟病毒可不分敌我，这种不可控状态风险实在太高。可是万一就有那样的分子呢？5. 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指地球气候的持久变化，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存在一定规律性，非人力可以改变。在地球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许多次冰河循环，如果进入冰河时代，这将对文明产生严重影响，大片土地可能变得无人居住。当前世界正处于2个冰川事件的冰间期，上一次冰川扩张结束于大约1万年前，所有文明的发展都晚于此。想一想，海水全部变成冰，或者在南极种树，是不是特别有意思？极致的美或许让地球更近漂亮，只是不知那时候的人们是堕入地下，还是移民太空。6. 超级火山爆发。超级火山一词1949年首次出现，1982年以后专门用来形容爆发指数8V 以上的大型活火山或火山群，其喷发沉积量大于1000立方公里。超级火山喷发可能导致出现火山冬天，这类似于核冬天。根据鸟语突变理论，大约75000年前，在当今印度尼西亚
苏门答腊岛、多巴湖，也叫鸟语湖，发生了地球上已知的最大一次火山喷发。根据亚甲测年推测，这次喷发引发了6至10年的全球火山冬天，整个南亚地区沉积了约15厘米厚的灰层，火山灰覆盖还沉积在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和中国南海。根据估计，此次事故导致人类群体可能减少到只有几十数千人。这个推论从人类进化史大约在7万年前出现的人口瓶颈可以获得一些支持。根据遗传瓶颈理论，在5万到10万年前之间，人类的数量急剧下降到3000至1万个幸存者。有一些遗传证据支持，这些证据表明，当今的人类是由大约7万年前存在的1000至1万个繁殖对的几小种群衍生而成。如何避免？自然界中具有最高智慧的人类，如何才能守护栖息的港湾？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公众担忧原子战的潜在威胁，于是成立了原子科学家公报，开始研究和战争和能源相关的风险。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全球风险组织之一，并且一直维护著名的末日时钟。1986年创建的宇健研究所，专门研究纳米相关的风险和益处。从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高科技亿万富翁等学术界内外多方人士分别创建了致力于研究各种全球风险的组织机构。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包括有一个全球预警和应对部门，负责监测和响应全球流行的危机。美国国际开发署专项资助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设有一个名为全球安全首席委员会的部门，对生物安全和反恐等问题进行研究，以预防和从源头上遏制自然产生的流行病。开个脑洞，如果出现超级人工智能，真的会是人类的灾难吗？在认知逻辑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他的选择谁又能知道呢？比如，你会专门去踩死一只蚂蚁，或者把蚁后弄死，你做他们的老大？完全不在同一个维度吧？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秘密？